他携巨款潜逃，被抓到后呢，赃款竟然还多出了60万。他自学成才，成为了公司的高管，年薪几十万，老板把他当作公司的重点培养人才。他吸引我的呢是人民大学本科硕士年终，就是这个财务本专业，就感觉到比一般的财务人员，第二个我们讲还讲投资啊、融资啊这一方面啊，他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文盲。在同事的眼中，他智商高，工作能力强，而且还是一个富二代。高富帅，然后智商挺高的对法律专业，包括对这个公文的写作，包括对电脑的这个研究等等的，都彰显出他的才华。我文盲。他也是唯一一位2次登上了今日说法节目的人。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他的故事。2020年2月10日过完年之后南京市的一家公司准备复产复工，但是呢却发现公司的财务系统无法进入。到银行查询了账户之后呢，发现公司的1900万的资金没有了。于是公司老板孙健报了警。警方进行调查，发现财务电脑资料全部被清空，监控被破坏，很可能是内部的人员作案。公司需要转账呢，必须用银行的优盾，而且呢，优盾总共有3个，分别有3个人保管，密码呢也在这3个人的手里。最有可能接触到这3个优盾密码的人是财务总监索南。警方调取了监控，发现在1月24日除夕那天，公司放假，下午2点多，索南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公司。首先呢，他进入了监控室，关掉了监控，然后在办公室里待了1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离开。警方马上搜查了索南的办公室。奇怪的是呢，索南在这里工作了8个月的时间，但是没有留下1个指纹。没有他的指纹，就不好确认他的真实身份。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女同事回忆起，在过年之前，索南给他修过凳子，警方就在那个凳子上面找到了属于索南的一枚完整的指纹。通过指纹比对警方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原来呢，这位财务总监的真实姓名叫做张恩贵，曾经2次入狱，他冒充了索南的身份。真正的索南一直在青海工作，并没有来过南京。张恩贵向公司提交的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是伪造的。张恩贵198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父母都是农民，家庭贫困。2006年他到上海打拼。张恩贵一直想赚大钱，有一次呢，他发现同事携带了60万元的现金，邪念一起，他偷走了这60万，但是呢很快就被抓到了，并且还被判了5年的刑期。在狱中表现良好，服刑3年就出狱了。这一次入狱呢，并没有让他吸取教训。在2011年5月份，他花了500元办了一套假证，摇身一变，变成了云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生肖立瑞，是一名富二代，并且应聘进入了四川某公司做会计出纳。工作了4个月之后，在2011年9月5日，他模仿领导签字并且撬开了保险柜，拿走了公章和银行优盾，取走了公司账面上的700万元。银行的监控拍下了他取钱时的身影。然后呢，他又分别打入了提前准备好的10个私人账户，再到重庆提现，最后消失。张恩贵他非常的狡猾，在逃亡的那段时间，他换了好几个假身份，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直到2013年，也就是作案之后1年半的时间之后，警方才在青岛将他抓捕归案，追回了赃款410多万将近300万的钱都被他给挥霍掉了。这个案件呢，后来还登上了今日说法的节目。有意思的是呢，被捕之后，他说自己是浙江大学毕业，被记者给拆穿之后，他说行了，我是文盲，好吧。这年代回到你的。我文盲，好吧。你喜欢去学校查了没有你这个？我文盲。张恩贵第2次被逮捕之后呢，记者曾经采访过他的父亲父亲还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张恩贵是清华毕业，证据呢是儿子寄给他的一个茶杯，上面印着清华大学4个字。张恩贵这次被逮捕之后被判了7年，在监狱里，张恩贵除了吃饭、睡觉、劳动，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服刑期间，他还自学了高级会计、法律、企业管理，还报名注册会计师的考前培训班。由于在监狱里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在监狱里待了5年之后出狱。出狱之后呢，他干起了倒卖信息、伪造证件的违法勾当。
有一次呢，他倒卖信息的时候发现了索南的照片和自己非常的相似，于是他就开始冒充索南的身份。2019年，张恩贵通过投递简历应聘了一家南京公司，简历里冒充索南的张恩贵是一名拥有人大会计专业硕士学位的优秀人才，此前在一家国企工作了8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公司的老板呢也非常的重视，亲自面试了张恩贵。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张恩贵对于税务、法律、投资等方面的知识都表现得非常的专业，比一般的财务人员的能力要高出一个等级。最终呢，公司以每月2万元的工资给他办理了入职。为了避免之后的审查，他还给自己编造了身世背景。他说自己的母亲在南京卖奢侈品，父亲去世了所以呢这才辞职，要留在南京陪母亲。他还花钱冒充自己的母亲和前公司的领导，来应对公司的入职审查。关于这个会计证书呢，张恩贵说还在上一家公司，由于上一家公司正在准备上市，临时不方便转出来，社保也暂时不用交。就这样呢，他躲过了社会保障这块的审查。另外，因为老板亲自面试的审核人员呢也放松了警惕，没有进行学历审查。就这样，张恩贵顺利的进入了公司。虽然张恩贵的学历是假的，但是呢在专业上的确是真才实学，并且呢能力很强虽然是财务人员，但他的这个电脑技术很高，只要公司的电脑出现问题，他都能够很快的解决。入职2个多月，他就主持了2个上亿的投资项目，并且对项目做出了准确的分析，为公司赚取了许多的利润。他还主动请缨，为公司处理了2起法律纠纷，并且完美的解决掉了。他的硬实力呢，让老板给看中了，并且打算将他作为公司的重点培养的对象。入职仅仅3个月就被提拔为公司财务总监，年薪36万。他还向老板提出了全新的财务审核制度。之前的公司的财务审核是2级审核，他建议改成3级审核，增加的第3级审核就是财务总监他自己。这个方案呢，很快就被领导认可了。实际上这样呢，他就可以掌握公司的资金动向，并且获得保存银行优兑和付款权限。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领导和员工们并没有怀疑。张恩贵和其他同事相处也是非常有一套经常给同事们带一些小礼物，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就是在为人处事上面，的确是有一套，经常会给这个大家同事们带点吃的员工的这个电脑哪边有问题了，然后找他都会第一时间的帮忙解决。他自称自己是富二代，住在南京市市中区新街口的豪宅，钥匙扣上经常挂着一个奥迪钥匙，但是同事们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奥迪车。他借口说自己的驾驶证上的分马上就要被扣光了，所以就不开车了。有同事说顺路可以开车接他上下班，他每天呢就早上5点起床，挤地铁赶到新街口，然后假装刚刚从小区走出来，搭乘同事的顺风车。就这样呢，他一下就坚持了8个月的时间，一直等到时机成熟。已经办了30家了，我不想引起他的怀疑。第二个，我也想跟他搞好关系，所以说第2天我就是坐他的车了。2020年1月24日除夕当天，张恩贵开始行动了。张恩贵提前找了2名大学生，以2万元为报酬，用他们的身份注册了几个皮包公司，地址呢都是深圳的。除夕那天，他将1900万的资金转到了这些皮包公司，然后用假身份证坐火车到了深圳，找到这2个大学生，让他们分几次将1900万元的现金取出来。这1900万元的人民币太多太大了，不好携带。张恩贵还将钱换成了大面值的外汇，然后呢用一个黑色的大行李箱装着。但是呢携带那么多的现金，想要出境是非常难的。张恩贵又拉着大行李箱到广州住宿这里呢也可以看出他非常的狡猾，钱是在深圳取的，而住宿却在广州。为了迷惑警方呢，他在广州的不同旅馆都开了房。他本来是想从深圳出境，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呢，他坐上了从广州发往长沙的火车，中途下车再赶往贵阳，想从中缅边境出境。另一边呢，警方通过监控一直在追踪着张恩贵虽然张恩贵非常的狡猾，多次更换了身份，乔装打扮，但是呢，他一直拉着那个大行李箱。一般人很少用那么大的行李箱，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那么大的行李箱特别的显眼，也就成为了他最大的破绽。警方根据监控一直跟到了贵阳，
在贵阳呢，又在监控中看到了那个行李箱。最后呢，警方确认了张恩贵藏身的小区，因为不知道他居住的具体楼层和房间，为了防止逮捕的时候张恩贵狗急跳墙毁坏证据，警方就在楼下蹲守着，直到2020年2月21日上午，警方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当时啊，张恩贵还戴着假发，乔装打扮，但是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场将他逮捕。这个人已经抓住了啊，但是警方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1900万的现金还能剩多少。于是呢，警方马上到了张恩贵的住处，打开了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钱。总共有6名警员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清点完毕，钱款是一分不少。更魔幻的是呢，由于汇率浮动的原因，美元和港币换算成人民币，1900万变成了1960万，还多出了60万。更搞笑的是呢，谭恩贵这次被逮捕之后，还是坚称自己是浙江大学毕业。你真正的文凭是什么？就是大学，就高中是吧？大学啊？就大学，大学哪个大学啊？就浙江大学，就里边。你是哪个中学考进去的？就黄河中学。正规的，那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啊？680多分。680多分。那你高考的作文是吗？叫什么题目啊？作文我忘了。其实呢，他只有初中毕业，他似乎有着什么执念啊，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个所谓的高学历的富二代。张恩贵一直狡辩说自己沉迷于网络赌博，一时贪念，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得了1900万，是犯了职务侵占罪，而并不是盗窃罪。因为这个张恩贵对于法律非常的熟悉，他知道如果是按照盗窃罪的话会判得更重，但是如果是职务侵占的话，最多会判15年的有期徒刑。但是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张恩贵是早有预谋的盗取这1900万。最终呢，法庭宣判张恩贵因盗窃罪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0万元。之后呢，在采访当中，张恩贵哭着说自己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父母。其实说那些话，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张恩贵这个人智商高，有能力，有毅力，可以说是一个人才。但是呢，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才华用在正道上。这个案件也警示我们，如果想要致富、完成梦想，前提呢是要做守法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赚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别忘了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